他们也会有所谓不配合的时候，对或者是凹你啊，对，或者意见太多，对对，或是往内互打，有没有？就是自己人自己吵在一起，要不然就是要你做，但是又嫌你。对。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收听今天汉丹拔领营人生侦探所的节目。金桃姨，如果你今天手上只剩下100块，你会拿去吃顿饭吗？还是说你要赌一下，改变一下人生？你该不会说要去买乐透吧？不会，我会去吃饭。吃饱了你才可以好好在工作，然后有资金。有资金。对啊，你才能够再去所谓的投资或是把这个钱变大。可是如果你这100块就拿去买乐透，如果没有你就准备饿死了。对，但你如果还活着，然后吃饱饱睡好了，你至少可以去打个工，做个手工。我觉得你好像真的都很照顾好你自己，是看得出来。一定要最近好像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对，我们今天其实要谈创业哦。对啊，这么严肃的话题。对，这虽然很严肃，但是我们这一集聊的价值有1000万哦，你相信吗？不止吧？真的好，所以你觉得创业，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创业最难的应该是没有钱，对不对？好，可是我觉得真正难的部分其实是你要必须对抗那个一直想要放弃的自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挖掘一下我们这些创业者的内心？好，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也真的有创业的经验，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心路历程或者这个经验是怎么样吗？有卫生纸。好悲惨吗？没有啦，没有，就是也很有趣。如果很辛苦很辛苦，你知道我刚开始有自己的事业创业的时候，我真的是做到没有一天休息的，就每天亲力亲为这样。然后我最记得有一次是我醒来的时候嘴巴还有水饺，就是我你真的还蛮对，我就是想到都是先吃的。因为真的常一整天其实吃饭时间都很不固定。然后我记得我就是终于很累回到家，然后洗完澡，然后想要吃个水，我实在太饿了。可是饿跟累之间我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但因为两个都是一个极度需求的状态，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煮个水饺最快。然后吃一颗水饺，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就吃一口水饺进嘴巴里就没有了。天哪！然后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是隔天，已经早上，然后我水饺还在嘴巴里，好险没有噎到，好险没有因为这样噎死这样。对，如果是为了这样子噎死，就有点不值得。对啊，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很年轻，所以有那个体力，然后有这个冲劲这样。如果再晚个10年，或是在现在，我说实在，我就会非常小心的，我绝对不要把自己燃烧成这样。我不可能累到水饺这样吃法这样。对啊，会有点不一样啦。那你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很多可以讲3天3夜。因为主要是我做的是服务业嘛，然后你就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就你会惊讶于哇，人世间的人真是百百种啊。有那种杀价不断杀价，杀到见骨的。对对对对，然后我是说就其实你可以选择别的人或是别的店家这样，因为其实真的不用这么辛苦。如果你不觉得我们有那个价值的话，其实不用特别这样花这个钱。对，然后也是有比方因为随着物价上涨嘛，会调涨个一点点费用，其实就是50块啦。真的有客人就是为了涨50块3字经都骂出来，就骂出来这样。然后就会想说
50块如果对你来讲很多，你一样就是找没有涨价的，不过就是市场机制啊，你就不能又要这个服务然后又要便宜啊，什么都要这样，对啊，那更不用讲就是说服务业难免就是会碰到情绪或是各方面其实不是很稳定，但是以正常人的形状在你面前出现对啊，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人这样，就我刚开始其实不太怎么知道处理客诉，我唯一知道就是说不要让事情扩大。对，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说影响我之后对于客户态度的状态。当然，我刚开始是有一种我不要让公司或是让整个品牌名誉受损。对，所以我要把这客诉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所以那时候客人是大吼大叫的要我去他家，然后真的是三更半夜这样骂了我1个小时，哇！然后还要我跪下来。经历过这些之后，很多就觉得是小事。对，所以创业对你来说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那你有从中比如说怎么调整你的心态或是方法吗？有啊，因为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我的本业这样，所以我其实你说这些很奇怪的事情都是占这么多里面的那么一点点，还是有很多其他人鼓励着我一直去这样做下去啦。还有就是客人的反馈啊，然后我自己在里面学习到的东西跟成就感，其实也是这样子让我这样走下去。对，那我虽然不是像你说是自己出来创业的，那可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公司团队里面的小组长啊，对，然后虽然不是自己创业，可是我其实有一种想法是，如果我们把所谓自己的公司或是这个单位当成你自己的品牌来经营，对，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创业的一个开头？对，是啊，是因为我们如果现在还没有那个足够的资金，或是没有那个机缘，让我们马上出去创业，那我就想说，我先把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好，就是这样的计划，或是一个品牌，就是我们自己公司的品牌，把它打出去，然后可以让自己能够变成一个经营者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毕竟如果是员工的眼界跟当成一个老板的眼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对，所以其实我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也把自己当品牌经营的时候，我觉得是发挥个人魅力的时候。对，那我可能会先去想想我的特质要怎么样引导，就是我的下面的一些组员啊，好好的去努力行动。因为很多就是我的组员其实也是会有，就像客户一样，他们也会有所谓不配合的时候，对或者是凹你啊，对，或者意见太多，对，或是往内互打，有没有？就是自己人自己吵在一起，要不然就是要你做，但是又嫌你。对，就是常会有一种，你怎么会是没有办法，就是听从上面的啊，然后就自己意见很多，然后要不然就是没有行动力。对，那我就会把我的下面的组员当成我自己，就是我的客户。那今天要怎么搞定这些客户？我就想说，我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是比较能够领导大家的，然后又要安抚我的这一些组员，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个人魅力的话，我就自己想说，至少我在讲话方面，其实声音还算好听吧。所以我可不可以好好讲话，就是要怎么样沟通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比较能够接受我要他们做的。
对，因为有时候会是用命令的方式，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用一个权威的方式来对我，那我不想要接受。对，然后我记得你上次也说过我眼睛好看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基本上呢，我们的就是和颜悦色一点呢，然后我就是用眼神示意，对，基本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配合这样子，对，多看着他的眼睛，对，多看着他眼睛说话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想说，我其实觉得那个创业成功其实需要的是一种那个 mindset。对，就是一种心态嘛。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mindset 可能有包含几个步骤，好策略这样子。好，例如说那个 M 啊，就是 meditation，我觉得是一种冥想。怎么冥想？因为我们总是会遇到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挑战或困难。那就像刚刚说的啊，今天如果你在创业当中遇到的很多挑战，你第一个就会是想要放弃。对，那我就觉得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静心冥想，然后了解自己的特质，对，还有优点，然后尽量发挥你的优点，然后毕竟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一定会有缺点。那个缺点的话，就是我们在静心冥想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去注意到，思考一下到底是哪里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对，尤其在创业当中，其实有很多盲点嘛。对，然后我最近有在试的就是我们要在佛法里面也有所谓建立一个正念的一个想法，就是所谓不管怎么样，先把眼前的事做到好，就是当下的概念嘛。对，然后你就是特别去思考一下，就是你目前你的自己的身心状态。对，因为有时候你会很想放弃，是你就阻碍在前面。我觉得人都会常常因为有阻碍就想放弃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需要去观察自己身心的状况。所以其实我有试过，就是做像一些佛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可以建立一个正念。对，比方说就是你说当下的一个力的处理当下的事情，专注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你是怎么把自己的挫折感拉回？比方就是你的四周其实让你很不舒服，今天碰到的人都这么不舒服，那你怎么把它拉回当下？我会打坐，然后呢，就是把我现在目前今天遇到的事情先冷静想清楚。对，然后会思考说，我今天处理的方式是不是有哪里不适当？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处理，可以让它更好？对，那有时候你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嘛。那就像我的组员，有时候他不配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在打坐的时候去思考一下，或许他们今天没有办法配合，是不是因为他们自身今天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说他自己今天情绪也比较暴躁。对，那这个时候我就比较能够冷静一下，然后用他的角度出发，然后继续想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他理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对，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他。好，那个 I 呢，就是 intention。好，就是我觉得我们还要有企图心。对，就是创业基本上我们还是要获利。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获利先设定一个目标。对，那其实我们常说，如果你有一个愿心，想要做的这个
愿望，然后你通常再加上你的行动，那你通常就会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对，是。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惑，就是所谓的愿心还有你的所谓的企图心，跟执着到底是不是一线之隔啊？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做每一件事情希望做到好，基本上都还是带有执着。可是如果这个执着是往好的方向，它反而是会让你有前进的动力。对，确实就是执着是中性的。对，就是完全看你把事情导到什么程度，或是你把你自己引导到哪里，用这个执着。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蛮重要的，不然常常没有目标的话，你就会停滞在就没有任何的方向感啦。说真的，你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努力。对，然后再来那个 N 的话就是 needs， 就是一种需求。对，创业其实我觉得是要兼顾自己跟客户的需求。对，那当然要先知道客户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他的是什么东西。对，那当然，没有人需要的东西硬塞给他，没有市场啊。对啊，然后我有听过有人说，其实今天你要卖的东西也不是真正符合顾客需要。他是说，其实你今天要卖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你要先激发顾客一种渴望的情绪。对，那这样的话，你的就比较容易销售给对方，让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东西，是这样。或者好奇心。好奇心。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说对于自己的需求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就是只是创业，然后就忽略了自己应该也需要的部分，例如该吃的时候就要吃啊，照顾好身体就要照顾好身体，不要只吃水饺之类的。但水饺真的很快。好啦，可是不太营养，就只有水饺。好，那第一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 diversity， 一个多样态的。我觉得你之前讲的是蛮好，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不同的客户，有些客户是真的很和颜悦色，那有些客户就像你刚刚分享的，他要求你半夜要跟他道歉啊，然后还这样子无止境的责骂。可是毕竟他都可能是你的潜在客户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创业这件事情，有时候就要抛开自己的分别心。对。还有我觉得其实我们或许不应该，其实也是不应该这样宠，就是这种没有礼貌、不尊重人的客人。所以我自己现在其实我会去知道说，这样的人我不赚钱，不赚他的钱也 OK。对。然后但是我是可以理解，就是我会知道说人的多元性，还有就是我能够服务的多元性。对，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你应该要先尊重我，我一定会加倍尊重你。但我不希望是因为你有付钱，所以把我们的所有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放在地上踩，尊严放在地上踩，这种我就不会觉得我需要去委屈这些自己的尊严。当然不用把尊严放那么高，就是你要自己有一个准则啦。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像这种服务业是长期要跟超多样的人互动的话，就像你说多笑啊，还有嘴巴甜一点，就是多说一些好话，对，一定是有帮助的。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多样态其实也是在创业当中可以让我们学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把它放在个人成长上面，就是我们
必须要去学习跟不同的人相处，或者学习说今天我面对不同的人应该要怎么自处。对，就是因为有些毕竟服务业都会遇到有一些所谓的 OK， 一定的，那情绪上面常常都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就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跟课题啦，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要怎么样提升自我，这个也是可以从这边来学。那 S 的话我觉得是 self identity， 就是自我认同。对，因为就像我在小组当中会常常觉得好，我的组员就不太能够配合嘛，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有情绪上面的，或是他会认为说你讲的不见得是对的啊，所以我常常也会开始怀疑说是我的问题吗？还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需要自我的认同，就是你必须对自己所坚持的一个信念应该要比较稳固一点。对，那你也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对，自我认同，比方说就一定会有人比方贬低你的工作能力或是工作成果啦，或者是认为你没有那个价值，或是就像我说很容易碰到会想杀价砍价，或者是觉得不值。那不是有些人都会杀价就是识货的人才会杀价这样，但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只是单纯想杀价而已，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杀到会觉得是你完全不认为，就是完全把这个所有的价值或专业摆在后头，只有在金钱这件事情摆在前面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很多人的杀价方式并不是把两件事情一起看，那也表示他不认同我的专业，也不认同我这件事情是一种专业。那这时候我到某一种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是会想踩住，就到这里，有一定的空间可以一些折扣或什么，但有些东西再下去就是羞辱了我就是不可能再去做这件事情。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在你整个过程，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想要像别的店家一样，我要像别的同业一样，然后别人说为什么他可以提供这个服务，我就会想要赶快去追上去。那可是有时候你要清楚你自己背后的资金，你的人力，还有你的整个公司的结构，有时候你目前就是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服务。对，那到底要不要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硬是把这个客人接下来，然后到时候搞砸，或者是说拼一拼，就是看搞不好可以跟上去，还是或者是你要认清楚说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可能要先拒绝，即使这是一个机会，那他可能就跑掉。对啊，我觉得这是在我自己在这样子几年的过程中去慢慢找到那个平衡点。再来那个是 elevation，就是我觉得个人身心跟精神力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一定，对，因为再怎么样这是你自己的创业，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各方面都提升到一个阶段嘛。那创业反过来就是创业也可以让你的身心灵提升，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人。对，如果有过关的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少，至少我啦有经历过那个很内耗的时期，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做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到底这个方向对不对，是不是错了，就是会有花一点内耗的时间这样子。对啊，那你觉得就是创业的前后就是真正有比较不一样吗？比如说眼界啦，或是什么各方面？当然每天就是其实也不用创业，你如果每天好好的去经历每件事，你每天一定都会有成长的。我倒是不一定觉得一定得创业，或是一定得就像你在公司里把自己当作成一个创业才去经营身边的人，那也是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你到底从中学了什么。只是因为创业的时候你得一口气学很多东西，可能不是
是你喜欢，你本来就其实是讨厌的，最讨厌的数学，最讨厌的会计，最讨厌的成本，这些东西你一起不得不做，那你要怎么去就是挺过那个我很讨厌但我还是得学，因为我需要这整个东西需要一个正常，你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很符合你现在在说的，它其实就是一个 T， 对， T 有可能是一个 training，那也有可能是一个 trial，对，有可能是我们是对自己的一个人生，就是我们先训练好我们自己各方面嘛，要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精通，才能够去 run 一个这样的事业。那相反的，它也是一个考验试验，对，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个试验。那如果真的过了就过了，那就可能比较容易可以达成成功。我想应该是这样对啊，确实啊。当然如果当别人的员工还是有每天都有事情，对，可是差别就在你可能可以不喜欢就走，没错，对，但创业如果你自己当老板好像就比较不能包袱款款就走了。对啊，因为以前就会想说啊，我如果不开心我就是把辞呈丢出就离去职啊，对，那如果是老板的话你可能要考量的很多事情，对不对？很多啊，因为结束也没那么快啊。对，这个很像是一段婚姻，你也不可能马上说结束就结束了。婚姻跟创业一样，想清楚。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金桃姨帮我们做一个最棒的注解，就是创业跟婚姻一样要想清楚。好，今天谢谢大家咯，拜拜。